你是不是也觉得交易是那些穿着定制西装坐在华尔街高楼里的金融精英专属的游戏？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亚历山大·埃尔德写的这本《以交易为生》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这本书的作者埃尔德人生就像一部传奇。他原本是苏联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后来移民美国，从一个普通散户起步，一步步靠着对市场技术和人性的深刻洞察，成了华尔街的顶尖交易员，但同时还是一位专业的精神病医生。这种独特的双重身份让他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一本真正能带你走进市场、拆解人性与市场规律的实战指南。这本书从1992年问世以来，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早早突破100万册，华尔街几乎人手一本，大家把它奉为能让新手少走5年弯路的生存手册。也许你会好奇，我又不做专业交易，读它干嘛？但我想说，恰恰是普通人才更应该把这本书读透，因为它讲的压根不是怎么买股票，怎么炒期货，而是教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何保持清醒和理性。心理陷阱，交易中的鬼打墙。先来聊聊交易里一个最反常识的真相吧，根本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败给了自己的心理。埃尔德在书里就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冷静又精准，却在股市里赔掉了25万美元。你猜为什么？因为他把交易当成了一场靠胆量赚钱的游戏，赚了钱就觉得自己是天才，亏了就加倍赌注，总想着能把本金搬回来。这场景是不是也发生在你我身边？有人看着同事买基金赚了，立马跟风入场，结果一跌，又舍不得止损割肉，总盼着明天就能反弹，好不容易涨回一点，又急吼吼地卖掉。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个心理陷阱，被贪婪和恐惧牢牢牵着鼻子走，就是把这些非理性现象给你爬得明明白白。比如，很多人总觉得钱越多，这其实是个大大的误区。散户亏钱和资金量大小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往往是仓位太重，操作太频繁。这就像你拿着一杯水去浇一锅着火的油，钱再多也经不住这样烧。再比如自动导航的迷思，总有人迷信那些万能交易系统就能一键躺赚，可市场就像个活生生的人，你昨天觉得管用的方法，这些道理当到我们日常的理财投资，甚至职场决策上，同样什么一劳永逸的秘籍，只有不断调整的理性策略。更关键的是，埃尔德教会了我们一种概率思维，他把交易比作打扑克牌，真正的高手并不是每把牌都赢，而是懂得在胜率高的时候狠狠下注，在胜率低的时候果断收手。这和我们直觉里追求100%正确的想法。真正的赢家但会用严格的规则来控制损失，比如他提出的2%原则，就是单笔交易的亏损不能超过总资金的2%。这个数字背后藏着活下去的智慧，哪怕你连续错了5次，兜里还剩下90%的本金，你依然有翻盘的机会。把这种思维运用到生活里，就像投资的时候，别把所有钱都投到一个项目里，套槽前先给自己留足半年的生活费，这本质上都是在用概率对抗风险。为何读它把理性变成行动？你可能会问，这些道理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为什么非得读这本书呢？就为埃尔德最擅长的就是把那些听起来很理性的东西变成你真正能操作的步骤。它不只是空泛的盘论控制情绪，它是手把手教你写交易日记，把每次操作的理由和当时的心情都记录下来，像外科医生解剖手术一样去分析自己的错误。他不会堆砌一堆复杂的专业指标，而是清楚地告诉你，他在震荡行情里用均线、RSI、
让每个普通人都能看懂图表背后密切跳动的群体心理，比如书里著名的三重滤网系统。先从周线图看清市场的大方向，再切换到日线图寻找具体的入场点，最后用盘中分时图确认信号。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多维度的视角去避免片面判断。这可不止在交易里有用，任何需要你做重大决策的场景，它都适用。读到这里，你大概也明白的。《你交易为生》这本书里，交易只是它的外壳，真正的核心是人性。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追涨杀跌不对，却还是忍不住下手？为什么有人在市场暴跌时还能冷静加仓，而有人在大涨时却慌不择路？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模式里。接下来我们就从个体心理开始，一点点拆解，看看那些让你在交易中栽跟头的心魔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又该如何破解？你一交易就失控，5大心理陷阱在作祟。有人说是低买高卖的游戏，但埃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它既是你和自己内心心理的较劲，也是你和市场中群体情绪的对抗。想在交易中赚钱，你得先看透人的规律。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你一进入交易就容易失控。藏着个体心理的5个致命陷阱。散户亏钱很少是因为不懂技术，更多的是被自己的想法坑了。埃尔德作为精神病医生，见证了太多交易者在市场中暴露出的心理漏洞。他总结出了5个最常见的思维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密集迷思，总觉得有神秘的赚钱秘诀，结果成了韭菜。很多人刚进入市场的时候都坚信高手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绝招，只要找到了就能躺着赚钱，于是他们花几千块钱去买所谓的神奇指标，可最后发现那些秘籍要么早就过时了，要么根本就是骗局。埃尔德毫不留情地戳破了真相，交易里没有秘密，赚钱靠的是理性的分析加上严格的纪律性。这就像开车一样，只需要掌握好规则并反复练习。交易的核心是看懂趋势，控制风险。那些卖秘籍的人赚的也不是交易的钱，而是赚那些想走捷径的人的钱。第二个陷阱是资金不足迷思，认为钱多就能赢，这是最大的幻觉。有位读者曾问埃尔德，我现在只有6000美元，是不是因为资金太少才赔钱？如果我有6万美元，肯定能赚。埃尔德反问他，你知道吗？因为钱多会让人更大胆的冒险周仓操作，结果一次小小的波动，真相是亏钱和资金量的多少无关，只跟你的仓位管理有关。哪怕你只有1万美元，只要每次只拿出 2%， 也就是200美元去冒险，连续错5次，你还剩下9000多美元。但如果一开始就注仓 50%， 一次失误就只剩下5000美元了。交易的关键从来不是钱够不够，而是你敢不敢控制风险。第三个陷阱是自动导航迷思，迷信自动交易系统，不如相信自己会开车。要是能有个系统自动买卖，自己就能躺着赚钱了。市场是活的，昨天还有效的系统，今天可能就失效了。这就像天气变了，昨天的穿衣指南就不管用一样。市场的趋势不断变化，机械的系统永远追赶不上。把系统当成你的助手，比如帮你计算指标，但最终的决策权就像自动驾驶，技术再先进，司机也得时刻准备接挂。在交易中，人的判断永远比机器的指令更重要。第四个陷阱是个人崇拜，把大师当成神，结果自己成了接盘侠。市场上总是不乏各种预言家，有人声称能精准预测顶底，有人靠着波浪理论一夜爆红。但埃尔德跟踪过无数这样的大师，发现他们的规律是红不过一个周期。因为市场风格会变，
去年管用的理论，今年可能就完全失效了。更讽刺的是，当大势走红时，追随者越容易自我实现。比如大家都跟着买，价格真的涨了，可一旦市场转向，这先赔钱的。记住，没有人能永远预测市场。与其盲信大师，不如相信自己的分析。第5个陷阱是自毁型交易，用交易来逃避现实，结果越陷越深。埃尔德见过一个最可惜的案例，一位工程师工作不顺心，就把交易当成了发泄口，赚钱时觉得自己比老板还厉害，赔钱时就加倍下单，想赢回尊严。最后他不仅赔光了积蓄，还丢了工作。这就是典型的自毁型交易，把交易当成了情绪的出口，这就像有人借酒消愁，结果越喝越醉一样。那些用交易逃避现实的人，只会在这兴奋和沮丧的循环中越陷越深。那要怎么打破这些陷阱呢？埃尔德从匿名戒酒会那里找到了灵感。戒酒的第一步就是承认酗酒无力对抗酒精。交易也一样，你得先接受自己会贪婪会恐惧，然后才能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比如设置止损位，控制仓位。市场不是机器，是一群情绪化的人。看透了你自己的心理还不够，因为市场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而是一群情绪化的人，你才能真正看懂价格背后那些真实的情绪。这里的第一个底层规律是，价格是多空博弈的妥协，而不是价值的真相。有人说价格反映价值，但埃尔德举了个极端的例子，一只股票前一天还卖100美元，第二天却没人买，结果1美元就成交了。难道这只股票一夜之间就只值1美元了吗？显然不是。价格是当下最想成交的人愿意出的钱。比如一只股票，买方最高愿出10元，卖方最低愿卖12元，这时双方还在僵持，没有成交。直到买方妥协到11元，卖方也妥协到11元，这才形成了11元的价格。所以看价格的时候，别总是纠结它值不值，而是要思考买卖双方到底谁更着急。买方急，价格就涨；卖方急，价格就跌。第二个规律是群体行为的特点，是情绪化加简单化，容易走向极端。群体心理学有个定律，人一旦加入群体，你一个人时会理性分析这只股票该不该买，但当周围所有人都喊着牛市来了，你就很容易跟着冲进去。上涨时大家会互相打气，明明价格已经很高了，还觉得能更高，这就是贪婪。下跌时大家又会互相恐慌，还觉得会更低，这就是恐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的顶部总是疯狂的，底部总是绝望的。群体情绪被放大贪婪和恐惧，让价格偏离理性。第三个规律是，别做羊群里的羊，要做站在旁边看羊的人。群体的趋势能帮你赚到中间的钱，但千万别做那个最后一个跟风的。埃尔德的建议是，当群体疯狂时，你要保持距离；当群体沉默时，你反而要留意机会。还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前吗？所有人都在买刺激房贷产品，都觉得房价永远会涨。那时候群体情绪最疯狂，你就该果断撤退。到了2009年市场见底时，新闻里全是崩盘的消息。那时候群体最绝望，记住，群体的趋势能让你赚到中间那段最稳的钱，但趋势的头和尾往往是最大的陷阱。个体与群体，你为什么总是和市场反着来？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关系就像水滴和波浪，你的情绪化操作会被群体的情绪放大，最后可能演变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你本来计划跌 5% 就止损，可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说会反弹，结果群体情绪突然逆转，
大家一起抛售，把暴跌 10%， 你亏得更多。这就是个体被群体绑架的典型场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反情绪化的规则。在个体层面，你要做的就是提前写好交易计划，买多少，止损位在哪里，别被临时冒出来的情绪左右。在群体层面，当看到所有人都只讨论同一只股票时，他们是不是太激动了？这样才能避免追涨杀跌。看懂了人的心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用工具来量化这些情绪和趋势。就像医生先理解生病的原因，再用仪器去诊断一样，交易者需要用技术分析工具，比如图表、指标，把那些看不见的群体心理变成看得见的信号。市场表情，技术分析的翻译术。如果说心理分析是看懂交易者的想法，那么技术分析 K 线图、各种指标、成交量，这些工具本质上都是群体心理的外在表现。就像一个人的微表情能暴露出他真实的情绪，市场的走势细节也会告诉你多头和空头到底谁占据了主导。埃尔德强调，技术分析不是算命，而是一种翻译，怕把价格的波动翻译成多空力量的变化，帮助你判断现在是该进场还是该离场。下面我们就来拆解那些最核心的工具。记住，重点不是去死记硬背公式，而是要理解这些指标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群体心理。第一，传统图形，读懂群体共识的价格轨迹。最早的交易者没有电脑，全靠手绘图表来分析市场。这些传统的手艺直到今天依然管用，因为他们捕捉到了群体行为的底层规律。规律一，支撑与压力是市场的心理防线。支撑位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托着价格，让它跌到某个位置就反弹。这是因为很多人之前在这个价位买过，亏着钱舍不得卖。当价格再次跌到这里时，他们会倾向于加仓摊薄成本，买方力量就会变强。压力位则像一块天花板，价格涨到某个位置就下丢。这是因为很多人之前在这里卖过，当价格再次涨到这里时，他们会急着止盈离场，卖方力量就会变强。实战中记住，在支撑位别轻易抄底，除非价格跌到这里时成交量突然放大，那才说明真有人进场买了。在压力位也别乱追涨，除非价格突破这里时成交量暴增，这才能说明买方真的强势。规律二，趋势线是群体共识的方向标，沿着价格的低点或高点画一条线，你就能清晰地看到群体共识的方向。上升趋势线每次回调都没跌破前面的低点，说明大多数人觉得还能涨，逢低买入更安全。每次反弹都没突破前面的高点，说明大多数人觉得还会跌，逢高做空更靠谱。趋势线越陡峭越危险，像90度角一样上涨，说明群体情绪太激动了，涨得快跌得也快。而平缓的趋势线大约45度左右会更稳健，也代表群体情绪更理性。规律三，经典形态是多空力量的胜负手，价格走势会形成各种经典形态，比如头肩顶、三角形、旗形等，它们本质上都是多空双方激烈搏斗的结果。头肩顶，价格先长出一个头，两边各一个肩，像人的轮廓，这说明多方一开始很强势，但后来后劲不足，空方即将反攻，是个重要的卖出信号。三角形，价格波动越来越窄，像被压缩的弹簧，阵势僵持，但压缩的越久，刀发力就越强。价格突破三角形的方向，往往就是新趋势的开始。记住，看形态不能只看的大概，要结合成交量。比如价格突破三角形时，那说明真的有资金在推动。如果没放量，那很可能是的假突破，别上当。把计算机指标让数据帮你冷静判断。
计算机指标能快速提炼价格规律，但指标可不是越多越好。埃尔德把它们分成了2大类，只要吃透这2类就足够了。第一类趋势跟随指标抓大方向的工具，它们适合单边上涨或下跌的行情，告诉你群体共识是否持续移动。移动平均线 MA 比如13天价格的平均值，它能过滤掉短期波动，帮你看出大方向。均线向上倾斜，说明大多数人觉得现在比过去贵。向下倾斜则说明大多数人觉得现在比过去便宜，还能更便宜。具体用法，当价格在均线上方且均线向上时，你就跟着做多；当价格在均线下方且均线向下时，你就跟着做空。是内 CD 指标，它比均线更敏感。内 CD 的柱状线变高，说明多方越来越猛，或者空方越来越狠。柱状线变矮，就说明趋势快没劲了。第二类，震荡指标嘎转折点的工具，它们适合横盘震荡的行情，告诉你群体情绪是不是走得太极端了。随机指标 KDJ 它的取值范围在0到100，如果超过80，说明多方太激动，价格可能要回调了。如果低于20，说明空方太恐慌，价格可能要反弹了。群体情绪就像一个钟摆，摆到最左边超买就会向右摆，摆到最右边超买就会向左摆。指标就是帮你判断钟摆现在的位置。RSI 指标，它和 KDJ 类似，但更稳重。当价格创出新高，但 RSI 没有创出新高时，这就是顶背离，说明多方嘴上喊得凶，实际上已经没力气了，价格可能要下跌。反之，拟背离则说明空方快撑不住了。3. 成交量与持仓量，看穿群体的投入度。价格只是表面的情绪，成交量和持仓量才是市场真实的动作。这就像你看一个人，不仅要听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成交量群体情绪的热度，上涨时放量，说明很多人真的在买，这的趋势比较靠谱。上涨时缩量，说明只有少数人在买，这个趋势可能是假的。下跌时放量，说明很多人真的在卖，跌势可能会持续。下跌时缩量，说明已经没多少人愿意卖了，价格可能快见底了。如果成交量突然放大到平时的2倍以上，你可要警惕了，这说明群体情绪太激动，往往预示着趋势的尾声。比如涨停板放量，可能有人正在偷偷出货。持仓量多空打架的激烈度，持仓量只在期货或期权市场有，只还没平仓的合约数量。上涨时持仓量增加，说明新的多方和空方都在进场，多空分歧很大，涨势会持续。就像吵架的人越多，声音越大。上涨时持仓量减少，说明空方已经认输离场了，涨势可能快到头了。吵架的人少吗？声音自然也就小了。90%的交易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具用的太多，逻辑却一片混乱。有人同时盯着10个指标，涨了就找盼涨的指标自我安慰，最后变成了指标跟着价格走。记住3个原则： 1. 看趋势用趋势指标，也就是每 MACD 别用震荡指标，否则你会被所谓的超买骗下车。 2. 看震荡用震荡指标，也就是 KDJ、RSI 别用趋势指标，否则你会被假突破套牢。 3. 跨周期验证，比如日线图显示看涨，你再看看周线图是不是也看涨。大周期的趋势往往比小周期更靠谱。看懂这些工具，但想说出完整的句子，还需要一套交易系统。这就像厨师有了食材，还需要菜谱才能做出美味的菜肴。交易系统，你的导航仪和菜谱，学会了心理分析，也看懂了技术指标。这就像厨师备齐了食材和调料，但如果没有菜谱，依然做不出好菜。
交易也是如此。零散的知识无法保证你稳定盈利，你必须把判断趋势找入场点，这就是完结串联成一套固定的规则，这就是交易系统。埃尔德说，一个好的交易系统就像你的导航仪，你不用时刻纠结该往哪走，只需跟着预设的规则操作，就能大大减小情绪化的决策。他自己最常用的3重滤网系统，就是把不同时间周期、不同类型的指标拧成一股绳，过滤掉市场里的噪音，只留下那些高概率的交易机会。为什么必须要有交易系统？散户最容易掉进无序的陷阱。没有系统的交易者，就像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涨了想追，跌了想割。埃尔德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有人用均线指标看涨，却因为随机指标显示超买就不敢买；有人明明看到趋势向下，却凭感觉去抄底，结果被套在半山腰，就是没有优先级规则。当指标冲突时，不知道该信哪个；当行情波动时，不知道该坚守还是该撤退。交易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明确规则，什么时候必须买，什么信号可信，什么信号可以忽略，最多能亏多少该收手。3重滤网系统，3层验证，抓住高概率机会。这是埃尔德独创的系统，名字来源于过滤杂质的逻辑。最后确认信号，经过3层把关，能大大减少你的错误。第一层滤网，用周线定大方向，别和趋势对着干。它的目的是判断市场的大潮流，你只做和潮流同向的交易，你就周线图显示看涨，你就只考虑买出。工具是周线 MACD 一柱状线，周线 MACD 柱向上倾斜，说明大多数人长期看涨，你就可以进入只买不卖的模式。周线 MACD 柱向下倾斜，说明大多数人长期看跌，你就进入只卖不买的模式。记住关键一点，你再厉害的技巧也白搭。这就像顺水行船，哪怕你慢一点，逆水行船你再怎么用力也可能倒退。第二层滤网，用日线找入场点，在回调时上车，大反弹时下车。在大方向确定后，你要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入场时机。比如周线看涨时，你就等日线回调到支撑位再买入，避免追高。工具是日线震荡指标，比如随机指标 KDJ。当周线看涨，同时日线震荡指标显示超卖，比如 KDJ 低于30，就说明短期回调到位了，这是个买点。当周线探跌，同时日线震荡指标显示超买，比如 KDJ 高于70，就说明短期反弹到位了，这是个卖点。这里的逻辑是为走会有小波动，震荡指标就是帮你判断这些波动什么时候会结束。就像海浪总有起伏，你要等浪退了再上船，而不是在浪尖跳上去。第3层滤网，用盘中突破确认，别被假动作骗了。它的目的是排除假信号，比如日线看涨，但价格却一直不涨，那很可能是个陷阱。方法是使用追踪型停止单计划。当你打算买入时，把买单挂在前一天高点的上方，只有价格真的突破高点，你的订单才会成交，这说明买方真的发力了。当你打算卖出时，把卖单挂在前一天低点的下方，只有价格真的跌破低点，你的订单才会成交，这说明卖方真的发力了。这个做法能有效避免你一买就跌。市场里经常会有又多和又空的假动作，突破确认能帮你躲过这些陷阱。其他使用系统，灵活选择应对不同行情。3重滤网系统适合那种有趋势又有波动的行情。埃尔德还介绍了2种针对性系统，可以覆盖不同的市场状态。一、抛物线系统，抓住急涨急跌的行情。它的原理是跟着价格追涨杀跌，但用自动止损来保护自己。比如你买入后价格上涨，只想抛物线移动，
就像抛物线一样，一旦价格掉头跌破止损位，立即卖出。它适合单边暴涨或暴跌的行情，比如突发利好后的连续涨停，能帮你吃到趋势的大部分利润。但在横盘震荡时，它容易频繁止损，要谨慎使用。摆空道系统在横盘震荡中高抛低吸，它的原理是画两条平行线，价格跌到下轨时买入，涨到上轨时卖出，就像在区间里荡秋千。关键是通道的宽度要合适，能覆盖 90% 的价格波动，太窄会频繁交易，太宽又会错过机会。海尔德强调，套的交易系统是工具，不是教条。搭建时要记住3个原则：一、简单为王，别堆砌太多指标，3到5个就足够了。指标越多，冲突越多，反而会让你混乱。2、留有余地，系统不是100%正确，你要接受偶尔出错，关键是对的时候赚得多，错的时候亏得少。3、适合自己，急性子别用长线系统，保守派别用激进系统。这就像穿鞋子，合脚比好看更重要。交易系统解决了怎么卖的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哪怕是胜率 90% 的系统，也总有 10% 的概率会赔钱。如果一次错误就亏光本金，那再厉害的系统也救不了你。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风险管理，这可是交易中的保命符。新手想的是怎么赚大钱，老手想的却是怎么活下去。学会用 2% 原则控制亏损，用止损止盈锁住利润，你的系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让你在市场里活得久，看得稳。风险管理在市场里活下去的智慧。交易世界里有个残酷的真相，90%的人亏钱不是因为不懂技术，这就像开车，你车技再熟练，也抵不过不系安全带的风险。技术分析帮你选对方向，而风险管理则是帮你路上不翻车。埃尔德在书里反复强调，交易的首要目标不是赚钱，而是活下去。只有守住了本金，你才有机会等到下一个盈利的机会。散户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交易当成赌大小。赚了钱就想加仓以打翻倍，亏了就想扛着等反弹。但市场的本质是概率游戏，哪怕是胜率 90% 的系统，也总有10次里错1次的可能。如果这一次就亏光所有本金，那前面9次赚的都白费了。埃尔德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交易者用5万美元本金，却在一次逆势加仓中3天亏光了所有利润，最后连本金都赔了一半，而是在赢的时候贪心，输的时候又不甘心。这就是情绪被风险管理的致命影响。破解情绪陷阱有2个关键点：一、接受亏损是常态，就像医生做手术也有失败率，交易也不可能每次都对。你要把单次亏损看作是做生意的成本，而不是对你个人能力的否定。2、用规则代替感觉，提前定好你最多能亏多少，比如每次交易只拿本金的 2% 去冒险。不管行情看起来多么确定，都不能打破这个规则。资金管理不是计算你能亏得起多少，埃尔德最推崇的 2% 原则，是所有普通交易者都能学会的保命章。所谓 2% 原则，就是单次交易所承担的亏损不能超过你总本金的 2%。它的核心逻辑是，哪怕你连续错了5次，也只亏掉了本金的 10%， 你还剩下 90% 的钱可以继续交易。但如果每次亏损 10% 啊，想要回 70% 了，想要回 43%， 难度一下翻了好几倍。举个例子，你有10万本金，每次最多亏损大千元，如果你买的股票是10位设在9元，也就是亏损 10%， 那么你最多只能买2000股，2000股乘以每股1元的亏损，
如果你的止损位设在 9.5 元，那你就可以买4000补。止损设得越严格，你能够买的仓位就越多，这就是风险和仓位的平衡。但很多人亏了之后，会想下次多买点，一把赚回来。比如第一次亏了2000，第二次加仓到4000，再亏就加到8000。这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总有一次会遇到那颗子弹。埃尔德警告，市场专治那些不服输的人。正确的做法是，等到系统重新发出可靠信号，再慢慢加回来。就像开车遇到坑，先减速再慢慢加速。另外，埃尔德说，分散不是多买几只股票，而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人以为买10只股票就是分散了，但如果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行业，那一大行业下跌，你照样会一起亏。真正的分散是跨市场，比如股票、期货、债券搭配着来；跨策略，比如趋势型、震荡型策略结合，或者在同一市场内选择走势不同步的品种，比如买黄金的同时，少量买点原油。这两者走势往往相反。定好资金规则后，你还要学会动态管理风险，用止损来控制亏损扩大。用止盈买锁住已有的利润。止损，进场时就想好最多亏多少。新手常犯的错误是，先买了再说，等到跌多了再止损。结果跌了 5% 舍不得，跌了 10% 更犹豫，最后深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进场前就画好止损线。比如买股票时，把止损设在最近的支撑位下方，或者前期低点，也可以用固定比例，比如 5%。下单的同时就挂好止损单。关键是，止损不是认输，而是用小代价换取继续玩的资格，就像打德州扑克。牌不好时果断弃牌，才能把筹码留着，等下一把好牌。止盈，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赚了钱之后，人也容易犯两个错误，要么怕价格回调较早卖掉错过了大行情，要么贪心总想等更高的价格结果利润回吐。埃尔德的 50% 原则，当你赚了10元时，止盈位设在5元，剩下的5元再拿去赌一把，这样既保住了部分利润。进阶技巧是使用移动止盈，比如股票涨了10元，你把止盈位从5元提到8元，就像牵着利润的手往前走。一旦价格跌下来，你就松手。很多人做完交易就忘了，却不知道每次亏损都是学费。埃尔德建议大家建立一个交易日记，记录3件事：一、操作细节，买入的理由、止损位、仓位大小；二、情绪变化，买的时候是不是冲动了，亏了的时候有没有想扛着，如果重来一次，止损会不会设得更严格，仓位会不会减一点。举个例子，有人在日记里发现自己总是在开盘前10分钟冲动买入，因为怕错过机会，结果 80% 的亏损都来自这个时段。后来他改成开盘半小时后再下单，亏损立马少了一半。这就是后盘的价值。风险管理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需要你不断打磨的习惯。哪怕你熟练掌握了 2% 原则，止损止盈也会遇到新问题。行情突变时如何调整止损，连续盈利后会不会放松警惕，这些都需要持续优化。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交易的进阶之路，如何从能活下来到能稳定赚钱。这不仅需要技术和风控，更需要培养一种交易者的心态，不贪不慌不躁，耐心等待机会，一旦出手就精准无比。毕竟交易的最高境界不是战胜市场，而是管好自己，自我认知，战胜市场先战胜自己。合上以交易为生这本书，你会发现，二是如何预测市场，而是如何与自己相处。交易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就像一面镜子，你贪婪时，市场会用暴跌让你清醒；
你恐惧时，市场会用反弹让你后悔；你侥幸时，市场会有深套让你记住教训。很多人以为学会了技术就能赚钱，但真正的高手都明白，技术是武器，自我认知才是内功。没有内功，再锋利的武器，最终也会伤到自己。埃尔德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从苏联移民美国时，对交易一窍不通，但他凭着精神病医生的敏锐，观察到交易者赔钱的原因和病人酗酒成瘾的心理逻辑如出一辙。都是明明知道不对，却控制不住最后一杯。交易者说再扛最后一天，酗酒者用酒精逃避现实，交易者用下单填补空虚。他把匿名戒酒会的12步原则用到了交易中，先承认自己会失控，才能用规则来约束自己。这就是认识自己的第一层，看清你内心的心理陷阱。你是不是总在涨了之后才敢买？是不是亏了就假装没看见？是不是赚点小钱就想炫耀，亏了大钱就沉默不语？这些行为背后都是人性的弱点。贪婪让你追高，恐惧让你割肉，侥幸让你扛单。交易系统和风险管理本质上不是为了对抗这些弱点，用2%原则挡住贪婪，用止损单锁住恐惧，用交易日记撕破侥幸。更深一层，交易教会你的认识自己，是理解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埃尔德见过太多聪明人栽跟头，工程师用复杂的模型预测价格，教授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市场，结果输给了那些追涨杀跌的大妈。原因很简单，他们以为自己能判懂市场，却没意识到是不可完全预测的。真正的交易者懂得承认自己不懂，他们不追求每次都对，只追求对的时候赚得多，错的时候亏得少。他们不幻想抓住所有的行情，只专注自己能看懂的机会，就像老渔夫不会在暴风雨天出海一样。真正的交易者懂得在看不懂的时候收手，这种知进退，才是对自己能力最清醒的认知。最让人感动的是，这种认识自己的能力会溢出到交易之外。你会发现，管理仓位的逻辑能帮你规划家庭开支，告诉你别把所有钱都投入高风险理财。控制情绪的方法能帮你应对职场压力，提醒你别在愤怒时做决策。接受不确定性的心态能帮你更好地看待人生的起伏，暗示你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有及时回报。埃尔德在书的最后说，成为一名交易者是一生的修行，这修行的核心不是学多少指标，而是慢慢看清，你交易的对手从来不是市场，而是内的冲动、贪婪、侥幸的自己。当你能在涨的时候不贪，跌的时候不慌，错的时候认赔，你就赢了。不是赢了市场，是赢了你自己。或许就是以交易为生这本书留给普通人最珍贵的礼物，它让你明白，能管好自己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太差。